有人说这是一个焦虑的时代，有人说有钱可以解决大部分人的焦虑，还有人说想要赚钱，没有能力就别谈了。人生是环环相扣的，若是没有能力，就会减少收入，生活在社会底层。如果持续这样，就一辈子都无法翻身，进入恶性循环。现实却告诉我们，很多人活得不幸福，或者由盛转衰，不是能力不足、家庭贫困，而是内耗严重。当消耗的东西多于得到的东西，就形成了入不敷出的格局，人生自然就败亡了。正如广告大师里奥贝纳说的，陷溺问题的挣扎永远比寻求解决之道浪费时间且消耗精力。一个人成功或者失败的按钮不在外物身上，而是在自己身上。千万别搞反了。内耗是一个人和自己的斗争，不用等别人动手，自己就把自己耗尽了。生活中，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正处在精神内耗的状态，但内耗的疲惫大家都体会过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以下生活中最常见的精神内耗，快来看看你中了几条，然后对标内耗，症结下药，相信你会摆脱不存在的束缚，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轻松。1. 固执地认为生活中会有坏事发生。丘吉尔说过，当我回顾所有的烦恼时，想起一位老人的故事。他临终前说，一生烦恼太多，但大部分担忧的事情却从来没有发生过。一生中，我们常对未知的事情感到烦恼，总觉得有坏事发生。有这样一个深刻的故事，装在套子里的人的主人公别里科夫总认为生活会出现乱子，所以他出门时，即使是晴朗的天气，也会带上雨具，穿好鞋套和暖大衣。他常活在自己臆想的担忧里，最后也在忧虑中逝去。适量的焦虑可以作为前进的动力，但频繁的焦虑只能让自己陷入痛苦的深渊。2. 反复琢磨别人对自己的看法，害怕产生隔阂。刚才是我说错话了吗？为什么他是那个表情？他是不是生我气了？他是不是挺烦我的？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，一个常常有这样想法的人，定会在某个深夜感到委屈，因为他总是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，去成全别人，消耗自己的感情，猜测对方的想法，用别人的表现来认可自己的价值。这是一种极大的精神内耗，也是对自己人生的辜负。3. 做了决定后，内心仍纠结这是不是最好的选择。有句话说，所有的消极都是心理时间的累积和对当下的否定造成的。不安、焦虑、忧虑，一切的恐惧都因过度关注未来而引起。已经签了一份工作，推掉了其他公司，心里仍隐约担心我选的对不对。在商场买了一件房屋装饰品，在回家的路上又觉得买贵了，没有了刚入手的欣喜。总是过于担心今天的选择会不会在以后产生过多的损失，在过度的焦虑和失意中消耗很多的能量。4. 不敢对别人说不，一想起来就觉得惶恐。作家毕淑敏曾说，拒绝是一种权利，就像生存是一种权利。行使拒绝权利应该是轻松的，但有一些人觉得很难。面对他人的请求，即使觉得为难，也勉强答应。因为一想到自己出口拒绝，可能引来对方的厌烦，就会心生胆怯。这种想法越是牢固，因为不敢拒绝带给自己的伤害就越大，对生活的磨损就越严重。5. 执拗地想要实现某一目标，过分偏执。之前一部电视剧《小舍得》让我们认识了田雨岚这位偏执的妈妈。为了无死角地监督儿子学习，给孩子安装了全透明的书房，一旦儿子没有好好学习，就大发脾气，而且不容丈夫智慧。田雨岚过分逼迫儿子考上重点高中，对这一目标执念过深，不仅让自己陷入痛苦，还导致孩子患上抑郁症，整个人低落消沉。对结果过分的偏执是损害身心的毒药，它非但不能早日实现目标，还让偏执的人找不到真正的快乐。
6把不是自己的责任强行揽在身上，自责过度。看过一幅有意思的漫画，小辉去做心理咨询，在跟咨询师沟通过程中，咨询师发现他是一个靶子型人格的人，就是常把不属于自己的错误归因于自己。丈夫在照看儿子的过程中，孩子无意摔倒，他责怪自己怎么不亲自去看着；同事挨领导的骂，他责怪自己怎么当初不伸手帮一把。相信大家都有过类似感受，过度自责是对自我的捆绑，这种自揽来的痛苦会掩盖自己的付出，总觉得什么错事都有自己的原因。靶子型人格的人常在内心把不关己的责任背下来，任凭自责吞噬。7严重自我怀疑，觉得自己一定会做不好别人交代的事。10点中有一句话：自信者不疑人，人亦信之；自疑者不信人，人亦疑之。别人交代给自己的事情，明明有能力，但总害怕搞砸，万分胆怯。即使把任务接下来，在做的过程中也会反复反问自己：我真的可以做到吗？这种不自信不仅不能发挥自己100%的能力，还会让结果大打折扣。这是对自身实力的浪费，也是对自己的不自知。8对已经发生的失误反刍过多，做不到原谅自己。稻盛和夫曾说，总为已经发生的失败而悔恨烦恼，毫无意义。我们可以对因为自己发生的失误稍加反省，以便后期不重蹈覆辙，但反复考量失误就是一种过度伤害，同时还不利于冷静地思考将来。我们一直反刍的错误，别人早已不在意，终究是自己没有放过自己，最后在已成定局的错误里受伤过重，疲惫不堪。9故意压抑自己的负面情绪，且从不在人前释放。网上读到一句话：永远不要为自己的真情实感感到抱歉。很多人擅长表达自己的正面情绪，对于负面情绪总是压抑，担心给别人带来不好的影响，担心发泄后会给别人带来麻烦。在各种顾虑下，我们习惯对所有人报喜不报忧，等到一个人的时候，再拿出负面情绪缓慢释放。但即使压抑的情绪最后被疗愈，前后也是一种非常大的伤害。10对现状不满意，内心接受不了，但不敢改变。我们常会遇到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的选择。小丽是一名32岁的女性，在公司做着一份外勤业务员的工作。在外人看来，这是一份铁饭碗，但只有她自己知道，在岗位上她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的兴趣，每周还被指标压得喘不过气。因为害怕未知，所以不敢改变。就这样，她一边在无谓的工作中消耗，一边心生厌倦。不满意但又不主动离开的环境会像空气，时刻翻滚我们的不快乐，是一种渗入骨髓的消耗。11任务还没做，就一直预想各种不好的结果。有一种悲观主义的人，做事前在大脑反复盘算，这件事结束会产生哪些不好的结果。先把坏的情绪带给自己，感受莫须有的痛苦，为了未来消耗现在。日暮黄昏，时间和脑力被大量占领和分解。结束大脑风暴之后，被安排的任务也没有丝毫进展。这种做事状态会让一个人不敢放手去做事，提前把恐惧加在自己身上，浇灭前进的动力，得到的是翻倍的劳累。12列完计划，一直拖延，内心还不能心安理得。我们擅长列举计划，但也总会拖延计划。把计划写在纸上很容易，把计划落实会有很多阻力。在没有达成目标之前，这件事一直存放在脑子里，这是一种精力消耗。因为我们会一直想着这件未完成的事，对它在心中做一次又一次的安排。我们本可以拿多余的精力去做其他事，但因为拖延，被搁浅的事情变成了累赘。在这12条精神内耗中，很多人找到了自己的影子。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一书中说，没有一种批判比自我批判更强烈，也没有一个法官比我们自己更严苛。身体上的累可以通过休息来弥补，但精神上的累需要更大的心力去恢复。而以下11点
能帮助我们削弱精神内耗，收获身心的自在。一对想做的事情立即行动，不犹豫。一位书友曾坦言，精神内耗带给自己的痛苦，什么事都没做，但感觉异常的累。后来通过学习，他缓和了这一问题，办法就是把想法付诸行动。他有次心血来潮想去武功山，在出发前仍在犹豫，只不过最后他还是决定出发。在路上颠簸许久，花了1下午时间，终于在天黑之前赶到了武功山脚下。虽然路程很累，但出行带给他的喜悦非常真实。想到就去做，非常有效地解决了精神内耗。行动可以让自己有意识地停止胡思乱想，做到了最大程度卸掉负担，轻装前行。2. 和可信赖的人建立关系，适量打开自己。人所有的动力都发生在关系之中，我们要尝试向外界敞开自己。网上一真实故事，网友是一个内耗很严重的人，没什么朋友，总是一个人待着。后来他勇敢打破自己，敞开心扉，结交可信赖的朋友。两人很合得来，相互包容，还做了很多精彩的事。网友开始变得开朗，整个人蓬勃向上。可信赖的朋友能增加我们生活中的安全感，帮助我们把内在的情绪释放和外化。在和他们相处的过程中，压力减少了，心情也变得开阔，精神内耗也会减轻很多。3. 正视并接受真实的自己。我们总会把自己的缺点和别人的优点进行对比，然后内心出现落差。殊不知，当你真的认识自己并正视自己时，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不足的地方，自己也有可贵之处。对身上的优点继续保持，对于缺点宽容一些，也没有什么大碍。放松心情，自由自在，不因为自己的好与坏过多谴责，疲于内耗。4. 学会中和自己。中和自己就是灵活调节自我，自动抵消掉性格里太过尖锐的部分。比如说，有的人事事谨慎，万事都不想留下瑕疵。然而过度追求完美，就是让自己陷入内耗。这时不妨允许自己鲁莽一些，产生想法就逼迫自己行动，反而会感到前所未有的舒畅。而有的人过于大大咧咧，爱冲动，这时不妨告诫自己三思而后行。这种依据真实情况而做的调整，能高效解决内耗。只不过，对别人适用的办法不一定适合你，要找匹配自己的调节方法。5. 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。在书上读到这样一句话：精神力要受体力的保护。当我们有一个健康有力的身体，我们才有能力去安抚自己的精神。若身体状况一团糟，乃只会给自己的精力增加负担。有一个良好的身体，万事才会越来越好。一个人最大的内耗就是不放过自己。生活本不易，要懂得爱惜自己，不单单在物质上面，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。首先记住一句话：实在痛苦的话，就不要努力了。任何时候，放弃都是选择之一。大部分精神内耗者都过于在意一件事情的成败，这个成败背后隐藏的就是他人对你的评价。可事实上，这些评价是没有意义的，只不过你无法忽视他们罢了。既然无法忽视，那就让这些评价彻底消失。让评价消失的办法，就是有选择的放弃一些事情。要知道，人们是很健忘的，你不断的做事，他们既会注意到你，就会对你有评价；你不再做事了，他们就会淡忘你，就不会对你有任何评价了。6. 学会独处，不要看手机，不要听任何人说话，就自己一个人待着，找个安静的公园，或者家里一个有窗户的书房，让自己静下来。要不然就随便踏上一辆没有方向的公交车，找一个人少的咖啡馆坐坐。总之，就是把自己周围的有针对性的声音减少。什么是有针对性的声音？就是那些有内容的，针对你的或者针对某个话题的探讨。你要让自己的耳朵里只能听得到白噪音，每天给自己这么一段安静的时光，哪怕半个小时也有效果。7. 勇敢拒绝不喜欢的事，坦率地表达自己的不喜欢，不要猜忌，不要撒谎，认真对面自己的内心。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
不要因为害怕别人不高兴而让自己忍受。别人没那么脆弱，你也没那么能忍，别等到最后忍不住了才彻底大爆发。对别人不好，对你自己更是心灵上的摧毁。8. 让自己忙起来。如果上面这些你都做到了，那就可以让自己忙起来了。但是别给自己安排太多的工作，要留出时间享受生活。爬爬山，做做饭，跑跑步，看看电影，放放风筝，钓钓鱼，滑滑雪，做做陶艺。总之，让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，不要给自己留间隙，用身体的行动去对抗精神的虚无。9. 读好书，看优质的纪录片。如果你已经开始行动，那不妨给你每天的活动清单里加2个 B 选项，一个是读一些好书，另一个是看一些优质的纪录片。这是丰富你内心力量的好方法。当你的才华撑不起你的野心时，也就是精神内耗来临的时刻。所以，任何时候不断地获取知识，增加你的内心力量，都是提升你才华的好方法。10. 培养兴趣，找一个你真正热爱，并且能长期投入的兴趣，并且把这个兴趣玩到骨灰级别。兴趣是你最好的朋友，总能在你即将崩溃的时候给你滋养。记住，兴趣不是为别人培养的，是为你自己。你不需要想着学会了这个给谁展示，你只需要用兴趣来愉悦自己就可以了。11. 停止逃避。当你做到这一步，你已经有 80% 的身体走出精神内耗了，剩下的就是要学会停止逃避，勇敢面对生活中的一切。其实没什么可怕的，谁也不是洪水猛兽。勇敢是一种非常能够滋养我们自身的一种品质，你只需要勇敢一回，你就能体验到这种品质带给你的力量了。记住，你曾经达到过的高度，就是你能够达到的高度。这些就是我用来走出精神内耗的基本方法，你最好能把它们抄写下来。相信我，治好了精神内耗，你的人生会很不一样。当我们逐渐强大，卸下内耗，能够像孩子一样只保留简单的心绪，单纯的做好自己的事情，就会收获莫大的幸福。愿我们看清内耗，拥抱自己，收获清风与明月，感到快乐和自洽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